师兄快走，我来拦住他。把金丝虫精交出来，我饶你们不死。你休想！此宝物是我正阳宗弟子率先发现，当属我正阳宗所有。可笑至极！莫非我辈修士做事还要遵循个先来后到不成？正阳宗弟子宁可战死，绝不退让。哼！螳臂当车，不知死活。那我就送你们上路。小小筑基境，不知相差一个境界的差距。我金丹境灭你如土狗！天南，我就算死，也要拉你垫背。就凭你，正阳一把御剑，换日月，敢醒越界！你出手后必定筋脉寸断，不死也残。神界衰阴，玄阴神干。凌云天，给我出来！上宗法王大驾光临，正阳宗蓬荜生辉。本座已命人在后殿备好金钟玉磬，美酒佳肴，还请法王移步就宴。凌宗主有心了，但本王此次前来贵宗，主要是替我这不争气的徒儿了却一桩因果。那叶凡现在何处？还请法王稍安勿躁。既然来了正阳宗，自该我等好好招待。不如移驾后殿，咱们坐下慢慢再聊。不必了，修行之人不贪口腹之欲，不迷五色之音。你等不必费心了，去把叶凡换来吧。宣，叶凡上殿。拜见宗主，拜见凌月坊。经脉尽断，丹田破碎，果然已经是废人一个。既然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修行的废物，那你与我家小姐的婚约自然是不能作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现在的你还能跟我家小姐是一个层次的吗？你根本就配不上我家小姐。我配不上？不错。千雪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这点小事还需要我们家小姐亲自出面？以我家小姐今时的地位，就算是休了你，也无需亲自动手。现如今亲临正阳宗，也是念了旧情，给足了你面子，你可莫要不识抬举，自找难堪。我不识抬举。千雪，你我的婚约可是有天地见证，三书为凭。若不是我每年都将自己大半资源让给你，你怎能10年就入金丹境？莫非你真是那等忘恩负义之人？放肆！竟然敢侮辱我家小姐！够了，我是曾经用了你些许资源，但如果不用这些，我依旧是整个南域1等1的天之娇女。或许你之前是南域知名的青年才俊，但你现在经脉尽断，已然成为一个凡人。我们早就不是一路人，我未必不能丧功重修，未必不能重塑根基。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了。你如果答应退婚，我可以求我师父给你拿出一颗灵丹妙药，许你100年寿命，安安心心做个凡人吧。难道你认为感情是可以用灵药资源计算的吗？你是觉得还不够吗？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，我尽我全力去满足你。你不明白，我要的不是补偿，
我只是想知道，你为何变成现在这般无情寡义、唯利是图。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。不必多言，你我早已是云泥之别。所谓神龙不与蛇居，我只不过想找一个跟得上我脚步的道侣，我有什么错？你怎知我伤势不可逆，又怎知我跟不上你的脚步？就这样抛去昔日的海誓山盟，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成废物已经是既定的事实，你现在不过是看我家小姐即将一飞冲天，舍不得放手罢了。窝囊废！要我说，我家小姐跟玄天宗的第一天才北辰师兄，那才是郎才女貌、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而你不过是脚面上的癞蛤蟆，沾上谁都觉得恶心。小玲说的不错，只可惜她永远也不会懂。千雪，不必再与他多言，实力决定眼界。此丹名为万寿丹，以千年玄龟精血炼制而成，能生百骨，延年百岁。虽说用在你这废物身上有些浪费，但也算了却一份因果。收了它，速速与千雪解除婚约。一颗丹药就想买断我10几年的感情吗？做人不要太贪婪，想要的太多，最后只会一切都失去。我不要你的施舍。你有拒绝的资格吗？信物已交回，你我情缘已断，从此之后一别两宽。再见，已是梦幻。慕容千雪，你别后悔。后悔？就凭你也配让我家小姐后悔？我家小姐与你解除婚约后，即将成为玄天圣女，位尊于万万人之上，而你不过是终其一生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可怜虫罢了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今日之辱，他日我必定上玄天宗，百倍奉还。你可知你在说些什么？我玄天宗岂是你这种废物可妄自菲议的？找死！够了，叶凡，狂妄无度，不切实际，夜郎自大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退婚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我慕容千雪，绝对不会。如此处置，贵宗可有异议？贵宗可有异议？有理有据，甚好。遥想当年，正阳宗一门7天相，师徒皆半神，横压一世是何等威风。可现如今，这偌大的正阳宗，竟只剩下一个半步天相。长此以往，尔等若不再奋发，不出100年，正阳宗必被南域七宗除名。欺人太甚！1000年前魔道入侵，若不是我正阳宗拼死血战，此地早就成为魔域，哪来的南域七宗？若不是当年牺牲惨重，传承凋零，岂容你玄天宗张狂？大长老说的没错，奈何修行界就是这般，一切皆以实力说话，强者独尊。现在说这些，只是徒增笑柄罢了。宗主说的是，弱者就要有弱者的生存之道，否则就是自寻死路。大胆逆徒，竟敢对法王口出狂言！来人，将叶凡押入水牢！不可！叶凡呼叫有功，此前已多次。功是功，过是过。他当面顶撞灵月法王，就是给正阳宗招祸。若是不下狠手处置，如何对玄天宗交代呀？叶凡出言无状，顶撞上尊，的确有罪。但念其护教有功，今日只逐出师门，不做其他处置。日后一切皆与我正阳宗无关。万万不可！万万不可！如此处罚，人心尽丧啊！你们
叫我逐出宗门！你们想让我逐出宗门？你一个丹田破碎、筋脉尽毁的废物！我正阳宗养你7天已是仁至义尽，况且你还如此狂妄桀骜，惹怒上宗，你这种人只会给宗门招祸，正阳宗定然是留不得的。我7岁入宗门，立下战功无数，更为宗门变成废人。可如今外人辱我，宗门弃我，好，很好。我一番从今日起与正阳宗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哼！让康，宗主，那万寿丹用在叶凡身上实属暴殄天物，命你在叶凡下山时将其截住，我要用他的精血再炼灵丹。此件事了，将你擢升为亲传弟子。谢宗主。二长老，你也暗中跟上，确保此事不会走漏半点风声。你这个贱人！待我魔功大成之日，一定要将他烧作炉鼎，施以折磨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我当这是谁呢？这不是宗门的天才叶凡叶师兄吗？哦，你看我这脑子，我都忘了，你刚刚都被逐出师门了。一个筋脉尽毁的废物，怎么有资格做我正阳宗的弟子？让你找死！哼！不愧是曾经宗门的最强天才，都变成了废物了，还这么硬气。叶凡，身为废物，就要有废物的觉悟。遇到实力比你强的人，要懂得谦虚，懂吗？另外告诉你，我即将成为宗主的亲传弟子。现在你还想在我面前装硬气？你有那资格吗？啊！现在你还想在我面前装硬气？你有那资格吗？啊！凌云天忘恩负义，欺软怕硬，成为这种人的亲传弟子，你还觉得是一种荣幸？真是不知羞耻！放肆！宗主武功盖世，实力超群，也是你这个废物也可以出言侮辱的。叶凡，你现在只不过是个废物，一个连凡人都不如的废物。我现在就拿你的精血回去复命。哼，没时间跟你在这儿。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正阳秘术，风灵锁魂，心魔为阴，吸血灭魂。这是哪儿？仙域退婚，六宗退叛，有趣有趣啊！你可认命？我不认命。若是这天要欺我，我便劈开这天；若是这地要压我，我就踏碎这地。命由我，不由天。说得好！我乃耀日大帝，东方星辰之主，一切火焰的掌控者。
这里与人交战时失落的玄地天火，就送给你了。再送你一卷《起火焚天经》，你和墨药触没了他的名声。这玄力天火竟然能和我的神魂相融合，之前破碎的丹田竟然也恢复了。借来！叶凡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宗主的亲传弟子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的！你助纣为虐，该死！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师兄！啊！这起火焚天经果然不凡，现在的我堪比金丹境，我若勤修苦练，定能洗刷今日所受之辱。主子杀了我正阳宗弟子还想走？真空大手印！真空大手印！这万寿丹虽神异，但也不可能为你修复丹田经脉。是不是刚才天降神火助你恢复了功力？还是你也修了魔道邪法？与你何干？这天降神火本该是属于我的机缘，这正阳宗当由我来兴盛，这世间就该由我踏天称地。小子，还不将我的机缘还给我！只冲大手印！哼，跳梁小丑，起火焚天诀，电破苍穹！不管是正阳宗还是玄天宗，终有一天，我叶凡要将你们这些名门正派通通踩在脚下。净化神域，灵光回溯。这短阴火居然如此凶猛霸道，本座若能将其炼化，岂能惧怕灵月那个贱人？正阳宗也必将超越玄天宗，成为那月，甚至重回天下第一宗门。叶凡这个孽障，不仅暗中修炼魔功，更是欺师灭祖，残杀我正阳宗弟子，罪在不赦。传我法令，提供叶凡行踪者赏灵10万枚，若能生擒，赐玄级功法一段，令法旨。这起火焚天诀好生霸道，第一式就如此猛烈，我现在施展还有些勉强，估计要到金丹境才能全力施展。修行用尽，这玉器化红可是空明境界才能施展的手段，是什么人才能将一个空明境的高手追得如此狼狈？不好！姑娘，阴阳合魂伞，真是下作的手段。姑娘，真是下作的手段。姑娘，不可！不可！
淫贼，我要杀了你！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昨天你被人追杀，还中了阴阳伏花伞，是我救了你。你还敢说？我当然要说，昨天我已经极力的反抗了，可你非得要扑过来，而且是你在上面。宗门市井，赶紧穿上。张叔，宗门市井，此人暂且在你这里先放一下，我去就回。方圆100里内，我都能感知到你的气息，你休想逃跑！真不讲理！明明自己霸王硬上弓，还怪我。小兄弟，你和灵儿是什么关系呀？啊？宗主，宗门明中不知所谓何事？有内鬼破除了护宗阵法，妄图闯进藏经阁盗取秘籍，好在被你卜师兄及时发现，一举击破。师妹，今年的安魂灵茶已经采摘完了，回头我送些给你。谢师兄好意，但无功不受禄，灵儿受之有愧。师妹，你我分属同门，又何须如此见外呢？宗主，既已无事，那灵儿先行告退。等一下，你去一趟药王峰，找药尘帮我炼一炉龙虎金丹。是。我们没什么关系啊。不可能，你骗不了我的。我们没什么关系啊。不可能，你骗不了我的。我也算是看着那个丫头长大的，你可是她唯一带回宗门的男子啊。小伙子，你别看灵儿平时性子张扬，其实她也是被逼无奈。就在她10岁那年，双亲奉命前往西域，结果一去不回。可怜她小小年纪，若不是强硬一些，那在修行界可是要受欺负的。说的也是。老家伙，这所灵药园是你的？是我的。不知上兄有何吩咐？从今天起归神魂峰所有。这座药园是张家的祖业，不出手。你们现在拿着几块碎灵石就想把它买走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老东西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老东西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难道想强抢不成？我们张家虽然没有高级修士，但是在龙象宗世居几百年，认识的高级修士也不少。我警告你们，这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。你个老不死，哪来那么多废话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奉狗奉主的命令来收购药园的，你还敢抗命不成？平息，不错，哈哈。我还可以向我们神尊求情，到时候给你谋一个清洗茅厕的职位，如何啊？休想！老东西，拿着灵石就赶紧滚，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我一定要到监察院告你们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！啊！张叔，你先走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灵药园落在小人手中。小兄弟，你小心一点，我现在就把灵儿叫回来帮你。你是谁？竟敢管我神魂峰的事儿？就你们几个歪瓜裂枣，也敢强取豪夺？就你们几个歪瓜裂枣，也敢强取豪夺？你小子给我等着！今天你死定了！人妖，绝不能放过这小子！我龙象宗上下10万弟子，还没有谁敢违抗我的命令。小子，今天啊，我就先卸你一条胳膊，让你长点教训。啊！我龙象峰幅员千里，能接我一招的人，
不足一手之数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与你何干？我龙象宗刚遭外敌入侵，你就莫名其妙的出现在此，我怀疑你与今日藏经阁失窃之事有关。好大的威风！先是强抢要员，恶意伤人，现在又颠倒黑白，消是非。都说你们神魂峰行事飞扬跋扈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大胆！我龙象宗也是你这种蝼蚁可以诋毁的。罢了，等我飞去你全身的修为，然后交给我们神尊，让他施展搜魂大法，这一切便会水落石出。人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人人都说苟明熙阴险狠毒，教出的弟子一个个都是混蛋。你诋毁我尚有活路，但我师尊在南域纵横上百年，实力滔天。我龙象宗更是与玄天宗并为南域第一宗门，你敢对我师尊不敬，这南域怕是无人敢保你了。一起上，给我弄死他！一起上，给我弄死他！敢杀我神魂峰弟子，太阴摄魂手呀！进来！人界吞金！魂灯破灭，是谁杀了我的徒儿？幸好这天雾让我身体强度提高了不少，否则刚才人剑合一，经脉又会受阻。大胆狂徒，太阴神回手！太阴神回手！竟敢杀我神魂峰弟子！拿命来，镇魂七杀！白虹贯日！此人来路不明，又无端杀我神魂峰亲传弟子，你为何要救他？技不如人，杀了便杀了。你当真要护着他？他到底是你什么人？难道是你新收的面首不成？龌龊之人，眼里尽是龌龊之事。我懒得和你废话。这是我新入门的弟子，入门尚不足1天，便以带伤之身连斩你神魂峰弟子，你都不觉得丢人，还有脸在这里吟吟狂吠？萧凌，你别不识好歹！你当真以为我不敢与你一战？吾辈修士何惧一战？吾辈修士何惧一战？够了！此事皆是神魂峰众人咎由自取，半点怨不得他人。苟平息，速速退去，莫要再做纠缠。哼，我们走。你讲不讲理啊？都说了，昨天晚上是你强推的我。住嘴！看在你舍命替张叔手下灵药园的份上，我可以先不杀你，但是你污我清白这件事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那你想怎样？我的意中人，至少不能比我弱。3年，我就给你3年的时间。如若3年时间你还达不到空明境，就来以死谢罪。如若3年时间你还达不到空明境，就来以死谢罪。3年，我可不是为了你萧灵儿，而是要报正阳宗、玄天宗之仇，所以我必须达到空明境。这是龙象宗弟子令牌，这本秘籍是我龙象宗根本大法般若龙象宗，赶紧把它练会。打个架伤成这样，身子孱弱的不像个男人。
我是不是男人，你还不清楚啊？你想怎样？龙象宗规矩，要想打人，就要学会挨打。筋骨齐鸣，如龙吟象吼。不错，你的龙象功已经入门了。看拳！想！还不错，有进步，配让我用出3分的力气了。再来！行了，给你疗伤用的回冈草和斑斓花快用完了，去药王峰买回来吧。哼！药长老，你找我师傅什么事儿？你这回冈草怎么卖？每斤1块0这可比外面的仿市贵了不少啊！我药王峰千年新语，岂是外面那些仿市能比的？天火世锦，那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如果你想要的，此物非金非木，而且异常沉重，是老夫半年前在10万大山中采药所得。怎么，你想要啊？药长老，我在您这儿各买100斤回冈草和斑斓花，要不您就将此物做个天头送给弟子如何？老夫虽然不知道此物到底有什么用，但也能断定此物非凡。干嘛？你想让我白给你啊？此物虽然奇异，但在您这儿毫无作用，要不然您也不会随意放在这药摊上，还不如送我个人情呢。灵儿真是收了一个好徒弟呀！您认识我？入宗当天，你便以带伤之躯斩杀了神魂峰真传弟子，应接了狗平息致命一击。叶凡呀，叶凡，你现在可是龙象宗里的名人啊，风光无限呐！侥幸而已。既然此物对我也没什么用处啊，那我就送给你了，就当是我这个长辈给晚辈的见面礼啊！不，这回冈草和斑斓花，那可是要付灵石的。没问题，多谢药长老。拿着，此画上的地址就是我当年捡到这物件的地方。若此物对你有用的话，你便可以去到那里碰碰机缘。多谢药长老。这到底是何物？竟然连药长老都看不出来。算了，既然是天火世锦，想必不是凡物。天火夜星，居然还可以增强火势。收拾反境，凝神聚气，坎离聚合，逆反先天。玄天宗还有正阳宗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灵气交汇，龙虎交合，可是突破了金丹。再接我一拳！是。不错，般若龙象功第1层已修炼圆满，内外合力，就算遇到金丹期后期，也有一战之力。主要还是你教导有方。昨日我观你灵力，距离突破金丹境还有一些距离。今日去了趟药房，回来怎么就破了？刚才那一拳，灵力凝实厚重，不像是强行突破，可否有什么奇遇？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是有些奇遇。今日在药房时，体内天火世锦寻得了一件异宝，居然能大幅增强天火威力。没想到药老也有走眼的时候。算你运气好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扶桑古树的碎片，蕴含青木本源，五行相生相克，燃木生火，对你的异火却有莫大的助力。没错，药老给我一张地图，我打算去那找找，看看还有什么发现。
依图所示，应该就是这附近了。传说扶桑古树生于虚实交界之处，根系遍布三界。当年魔仙大战，扶桑古树断裂，想必是碎片散落在这10万大山当中。我们在此寻找，一定能有收获。好，上次是天火引发的，我再用天火试试。等等，好浓的煞魔之气。我去那边看看。好，快去快回。不好！净化圣域，元光回溯。真是煞魔，是煞魔。灵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是煞魔作乱。凡人若被煞魔撕咬，很快就会变成另一只煞魔。这附近的人恐怕已经全部魔化了，我一定要找到根源。怎么找？过往1年。找到了。阴阳逆乱，魔焰滔天，幽焰袭来，噬魂灭天。果然被我们找到了。小心，这施法的魔灵恐怕是空明境初期了。一会儿你注意安全，我去解决它。好，没问题。怎么？看着有点眼熟。啊！一个死鬼，今日叫你灰飞烟灭！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！叶凡，别冲动，不是你对手。魔焰滔天，这股魔焰要成熟了。月影剑舞，月影剑舞，我是骨。你这女娃娃，区空明境中期的实力，也敢来阻拦我的计划？你还记得我？竟然没死！我修炼了天魔不灭金刃，便能借体重生。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你没事吧？是，他就是正阳宗的二长老。没错，当日想抢夺我的天火，被我直接轰杀。没想到他修炼不灭，借体重生。你这女娃娃倒是有点见识。叶凡，等我吞了你体内的天火，这世间万万人终将对我俯首称臣。天魔解体，天魔不灭。不好，他要炼成了。叶凡，你快走，我来挡住他。回宗门求救。今日你们谁也走不了。竟然是赤焰魔灵！竟然是赤焰魔灵！在我眼里，你们都是蝼蚁。七虎分天诀。我西域剑，叶凡，你这样会死的。杀死他，我们都得死！快！龙象真诀，跟玩火，我才是行家。今日将你彻底炼化，
为死去的苍生报仇！就算死也要占据你灵台四府！叶凡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的。药老，你快救救叶凡，他被神魂魔焰侵入了灵台，神魂受损。这噬魂魔焰盘踞的灵台子府，与叶凡的神魂纠缠在一起，难办。药老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的。办法不是没有，要想治好叶凡，那得需要九转回魂丹作引，再辅以龙象神力，方能唤醒被魔焰封印的神魂呐。那马上开路炼丹。要想炼制此丹，那得需要9种天材地宝，还要祭炼7749天，根本是来不及的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据我所知，你师兄苟平西手里有一枚火龙尊者传下来的9转回魂丹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玄灵魔王想治我们，还是不行。看来丹药还是不能助我突破。可恶！上次让萧灵儿让他给跑了，不然就他的玄灵法体做裸体，早已突破到天象境界。师兄，灵儿师妹，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神魂峰啊？苟师兄，我想向你求取一枚9转回魂丹。师妹可是神魂受损？快让为兄看一下。不是我，是我的弟子叶凡。原来是那个小畜生啊！抱歉啊，师妹，我这里没有9转回魂丹。只要师兄肯给我丹药，你要我答应什么我都愿意。师妹，不是我不答应你，那叶凡刚入门就杀了我神魂峰亲传弟子，他如此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我为何要救他？求师兄成全。想要9转回魂丹，也不是不行。师妹，这些年师兄对你的情谊，也应该都看在眼里吧？如果我们能成为一家人，那我的不就是你的？请师兄自重。师兄心里也明白，灵儿一心向道，心中绝无半点男女私情。请师兄自重。师兄心里也明白，灵儿一心向道，心中绝无半点男女私情。既然如此，师妹请回吧。灵儿愿以本命灵宝月影剑换取9转回魂丹。师妹，这月影剑，你已用心头金血滋养数10个春秋，早已与你心意相通。你确定要用它换9转回魂丹？求师兄成全。法印潜藏，分身清魂。萧灵儿，萧灵儿，别怪为兄不择手段。待我找个时机，将这月影剑归还于你。到时候，你的神魂为我所控制，我看你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。
你醒了？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还好这颗丹药管用。好香啊！得寸进尺。你轻点儿，我伤还没好呢。这九转回魂丹果然有奇效，不但助我炼化了噬魂魔焰，还让我有了感知万物神魂的能力，修为更是直接突破金丹巅峰。下次再遇妖邪魔，定让他们灰飞烟灭。金丹巅峰？对，这九转回魂丹快把为师的家底儿都掏空了。天宝会联合南域七宗举办的赌石大会就要开始了，你陪我去走一趟。希望到时候你真有感知天才秘宝的能力，让为师我也回回血。包在我身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月影剑拿回来。待我破入空明境，一定要让他苟平息，讨要个说法。切！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一刀求，一刀负，一刀搬进大仙府。哟，二位来瞧瞧。灵儿，你也来参加赌石大会啊？他是谁啊？他是我的道侣，这个人是石望，追求我近10年。要不是龙象宗跟天道门关系甚好，我早就一剑斩了他。灵儿，你就算拒绝我，也不至于找这么一个东西来羞辱我吧？石望，我劝你说话客气点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提他。灵儿，需不需要我帮你挑几块原石？你是知道，我的眼光是精准独到的。真是井底之蛙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小子，这里有你插嘴的余地吗？怎么，被拆穿了，恼羞成怒？小子，我看在灵儿的份上，这次我就不与你计较。你若再敢出言无状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若再敢出言无状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不行，还不让人说。小子，你找死！不服气啊？敢不敢赌一把？你居然要跟我赌石，你也配？你告诉他我是谁？见过石长老。这位小兄弟，石长老是蝉联10届的赌石大赛冠军，人送外号神眼。这世间就没有石长老看不破的原石。此处坊间最豪华的天石坊，就是石长老的产业。怎么样，小子？现在知道了我是谁，你还敢跟我赌吗？有何不敢？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狂妄！好，我就和你赌。赌什么？就赌这块原石能不能开出灵石锁。哈哈哈哈哈！灵儿，你确定你找的这家伙神智正常？该不是得了失心疯吧？石望，你要赌就赌，不赌就滚蛋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稳赢的局我为什么不赌？你要是输了，就跪下来喊我3声爷爷，然后从萧灵儿身旁滚蛋。我看你就不爽。你要输，就永世不得再来骚扰萧灵儿。废话少说，咱们切实区见真章。好，金口已开，赌约既成，若有违背，人神共诛。行了，快切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这小子灰溜溜滚蛋的样子了。擦开天窗，未见异色，还切否？哼，小子，别争吵。就这块破石头，要是能切开灵石髓，我跪下喊你爷爷都行。哈哈哈哈！先生稍等。怎么，小子
害怕了。这黑石里面乃是灵石子，这样切太浪费时间，只需将石壳拍碎即可。这黑石里面乃是灵石子，这样切太浪费时间，只需将石壳拍碎即可。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灵石髓，真的是灵石髓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！怎么，刚刚是谁在叫嚣？输了就不停叫爷？我石望一生赌石无数，从未尝败过。你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我要再赌一局。石望，愿赌服输。一大把年纪了，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无妨，这把算我送过，还想怎么？你我在这坊市，各选一块原石，开出来谁的价值更高，谁就胜。若你又输，我若胜了，之前赌约一笔勾销，灵石髓归我。你若胜了，我不仅从此以后不再纠缠萧灵儿，我的天石法也一并送给你。好，那我就再陪你玩一把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好，那我就再陪你玩一把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就这块。哼，这次选了个大的，想以量取胜啊？怎么，怕了？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老板，这块原石什么价格？这个只需要1000块灵石。好，就它。哼，刚才你只是运气好，侥幸赢了我一局，这次就露怯了。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要是能开出指甲盖大小的灵石，我都算你赢。石望，说话算话。如果你这次再输了，就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哼！赌石规定，发起赌约者先开。直接劈开，里面是灵石髓，碎了算我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我看你这回如何赢我？小子，我看你这回如何赢我？你有把握吗？放心，等着看好戏吧。小道友想要如何切？先生，这回让我自己来吧。装模作样，这不过是一块废石。难道苍天还会眷顾你第二次吗？靠运气可赢不了我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你这小子不仅眼光差劲，居然连实力也如此不堪，居然连普通石头都打不碎，真是废物！这就是灵石晶，传说中的灵石矿与天地交合，吸收阴阳二气，便能化金成形。这灵石晶的灵力是灵石髓的1000万倍，有了它，就算在灵虚之下，我们也不用担心灵力不够用了。有了它，就算在天象境之下，我们也不用担心灵力不够用了。灵石晶，老朽已经数百年没有见过灵石晶了。今日借小友的光，也算开了眼界。修行万道，达者为尊，道友无愧神眼之名。老先生过奖了。不知这灵石晶价值几？灵石晶乃天地精气所在，价值不可估量，老朽也不敢断言呐。石先生，不知道你如何兑现赌约啊？区区一个小辈，居然也敢如此辱我！哼，受死！石望，天刀宗长老就这点气量，你要想打架，我跟你打。王道断流！放肆！石望，你竟敢在天宝会联合七宗举办的赌石大会上动手，真是不知死活！放开我！是这小子挑衅在先！天刀门石望，
无视七宗铁律，影响恶劣，当剥夺修士身份，入黑狱服役10年，以赎其罪。叶小友，这天石坊就是你的了，你随时可以接管。老朽先告辞了，多谢你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为师要去买买买。奴家罗绮，天宝会管事，见过叶公子。今晚想邀请叶公子参加我们的拍卖会。早就听闻天宝会拍卖会是这南域最大的拍卖会，里面奇珍异宝无数，就连最顶级的功法也曾流出过。好，我们知道了。公子开出的这块灵石晶价值非凡，若信得过奴家的话，不如交给我们天宝会，保证给公子开个好价钱。好，罗仙子放心，到时候我们自会送去。奴家先行告退，今晚恭候公子驾临。哼。还看，眼睛都快长到人家身上去了。人家这么客气，总得应付一下吧？你是知道的，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容不下别人。哼，等到你达到空明的时候，再跟我说这些话吧。师兄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这拍卖会上真的有先天星辰果。此宝我志在必得。公子请。小灵儿，你的玄灵法体马上就属于我的了。这天宝会好歹是地方一大势力，怎么什么废物都发邀请函啊？也不怕掉了格局？姑娘，你我初次相见，为何如此出言不逊？怎么，我说的有错吗？同为南域修士，你又凭何高我一等？同为南域修士，哼！你说这话呀，真不怕笑掉大牙？我等身份如此高贵，在南域各宗各派，不管到哪里都受人高看，哪里是你这个废物能相比的？师妹啊，这种底层之人，怎么会知道天地之辽阔？修行之奥妙，偶尔靠运气成功一次，就以为可以跟天骄相提并论，殊不知，只有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。就像现在，只要我想，伸出一根手指，就能把你们如同蝼蚁一般按死；只要我想，伸出一根手指，就能把你们如同蝼蚁一般按死。你们一个金丹初期，一个金丹后期，就这点实力，也好意思在这叫嚣？口出狂言！你一个无法修炼的人，怎敢说这样的大话？无法修炼？你到底是何人？我是何人？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！慕容千雪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在叶凡修为尽失之后，就退去婚约的无耻之人吧？你懂什么？本小姐是为了他好，像他这种丹田破碎、筋脉尽断的废物，也就只有你这种眼光短浅的村妇与他相配了。哼，也不知道是谁目光短浅，错过了这天大的机缘。他侥幸活下来一次，你就觉得真了不起？你的眼光跟你的长相一样浅薄。看来玄天宗真的要没落了，都教出些什么东西？一个尖酸刻薄，一个妄自尊大，注定后继无人了。放肆！竟侮辱我玄天宗门，找死！让我死？你们没这个资格。让我死？你们没这个资格。师兄，别与他废话，天意见决。哎呀，各位贵客，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？你是谁？胆敢坏我的事？
罗管事，我师妹初次下山，还望多有担待。无妨，圣子大人客气了。令师妹的性子真是率真可爱啊！师兄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居然敢坏我们的事！我玄天宗怕过谁？玄天宗自不惧怕任何人，但他是天宝会的管事，负责此次拍卖，一切以先天星辰果为重。拍卖会即将开始，各位贵客，赶紧入座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叶凡，你给我等着，本小姐先放你一马，咱们等拍卖会结束之后，秋后算账。到时候啊，可千万别躲在女人后面，做个窝囊废。到时候啊，可千万别躲在女人后面，做个窝囊废。金钟三响，拍卖会正式开始。希望今夜大家能够得到自己的心仪之物。拍卖会上，大家以灵石说话。若是有人想在我天宝会强取豪夺，休怪我对大家不客气。接下来，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件拍品。此物便是神眼叶凡开出的宝物——灵石晶。无非是走了狗屎运罢了，还神眼。起拍价100万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。200万灵石，200万一次，300万灵石，300万一次，500万灵石，800万，1000万，1200万，1500万灵石，1500万灵石3次。恭喜这位道友获得灵石晶。接下来这件藏品，龙象宗7大仙剑之一月影剑。龙象宗7大仙剑之一月影剑。你的月影剑为何会出现在拍卖会上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那狗平息缺灵石了。不管怎样，这都是帮你取回来的好机会。好，灵儿，局已设好，就等你自投罗网了。这月影剑乃是素衣仙子萧灵儿本命灵宝，来历清白，大家可放心竞价。起拍价500万灵石，开始。素衣仙子这么萧灵儿那是何等人物啊？谁敢出手？是啊，咱们还是一群胆小怕事的家伙。我出700万灵石，1000万灵石。叶公子要出1000万，可有人竞价？叶凡，你口袋里有1000万灵石吗？别到时候拿不出钱，让人看个笑话。圣女啊，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。刚才我的灵石晶就卖了1500万，1000万灵石一次，1000万灵石第二次，1100万灵石，1200万，1100万灵石，1200万。叶凡，你师妹，一切以先天星辰果为重。成交。恭喜叶公子喜获月影剑，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。最后一件宝物也是压轴至宝——先天星辰果。这件奇宝蕴含混沌本源，不论你是何种功法，都能让你由金丹入空明，突破桎梏。就是它，传说中的先天星辰术能吸收域外的力量，如果炼化它，定能助你达到空明境。相信不少道友都是为了此物而来。话不多说，起拍价1000万灵石，5000万灵石。可还有人叫价？希望各位道友给我玄天宗一个面子。5000万是玄天宗，算了算了，5000万一次。怎么，报个玄天宗名号就把你们都下手，真是狗仗人势。怎么，报个玄天宗名号就把你们都给吓傻了，真是狗仗人势。你这个废物也敢侮辱玄天宗！叶公子可要叫价？请问罗管事，我的天石坊价值多少灵石？叶神眼的天石坊至少预估1个亿，若你信得过我，可当场兑换。
好，这天石坊就是你们天宝会的了。我出1亿灵石。废物，等着瞧！我这里还有2000万灵石。别，就让这个废物暂时先替我们收用，等拍卖会结束，我亲自去要回来。恭喜2位获得全场最贵重的宝物——先天星辰果。叶凡，本圣子劝你老老实实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本圣子对你心狠手辣。圣子大人，您虽贵为圣子，但若是想在我天宝会的地盘闹事，休怪奴家不客气。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我对抗，一个小小的天宝会也敢如此跟我说话。好啊，今天就连你天宝会一起收拾。开走了，开走了！今天就连你天宝会一起收拾。既然你坏了规矩，那就由不得奴家了。如此猖狂！照顾卢管事，我去收拾他们2个人。好。叶凡，等的就是你。行，怎么样？现在谁才是废物啊？叶凡，放开我师兄！混账，安敢服我？还有什么本事，都使出来吧！看来要动真格的了，玄天法印，五雷冲顶，向更，起火分天诀，剑来！起火分天诀，剑来！七煞神雷，怒破苍穹！驾！不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叶凡，难道你经脉尽断，全部都是假的？慕容千雪，我没有成废人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我倒是要谢谢你，把这么好的天才让给我。现在的你不配死在我手上，玄天宗，我迟早要去的。多谢叶公子、素衣仙子相救。罗仙子，他们就交由你处置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叶公子客气了，我天宝会念及旧情，自有分寸。好，那我们江湖再见，后会有期。没想到这个圣子修为不怎样，身家倒是挺丰厚的，光灵石就5000多万呢。而且七煞神罡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功法，配上本宗的龙象金身，能让我们越级对战时更有底气。这功法强是强，但是副作用太强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使用。我倒是觉得玄天法印更适合你。以法印调动天地之灵气，与天火相配合，待你突破后，就算是空明巅峰，也能与之一战。也是，但要是说起来，这个才是此行最大的收获。有了它，空明镜对于你来说唾手可得。我马上到达你的要求了。我们夜深了，正是服用先天星辰果的最佳时辰。我们去训练场，我为你护法。好。臣服，臣服，臣服于我。
终于突破到空明境了。灵儿，我突破了。灵儿，你先前跟我说，只要我达到空明境，你就做我的道侣，可还作数？哪有？我是说达到了就不杀你。那可不行，做人要言而有信。答应我好吗？我可是你师傅。灵儿，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。是宗门在召唤我俩。走。是宗门在召唤我俩。走。参见宗主。不必多礼。诸位，叶凡到了，说吧，尔等来我龙象宗，到底所为何事？叶凡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你修炼魔功，阴谋袭杀我正阳宗弟子与二长老，如此残暴不仁，为天地所不容！还不速速跟我回正阳宗认罪领死！我与正阳宗早就恩断义绝，是他们企图将我抽血炼药，还觊觎我的机遇，出手偷袭在先。我将其击杀，有何不可？有何罪之有？宗主，此人狂妄自大，恐对于我七宗情谊不利。叶凡和正阳宗的事情，狗师兄不明内情，还是不要胡乱插嘴的好，免得枉做小人。师妹不要着急，师兄我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这叶凡刚来我龙象宗时，便引起你我两方内斗，现在又出了这么个事情，依我看，此人是心思深沉，心狠手辣。此人是心思深沉，心狠手辣，多半是想借我龙象宗避祸。我们岂能因为这样的人而破坏了与正阳宗之间的关系？叶凡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最清楚，他内心绝无此意。狗师兄还是不要凭臆想冤他人清白。莲儿仙子可不要被此人蒙骗。叶凡在我正阳宗时也是心狠手辣，阴险无耻，否则也不会被逐出正阳宗。李长老，此言有理。宗主，此人心狠手辣，数典忘宗，万万不可留在我龙象宗，这可是祸乱之源。放屁！狗平信，你要是再颠倒黑白，就休怪我月影剑无情。够了，宗主，跪下！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是，叶凡，你可有话说？叶凡，你可有话说？回宗主，我叶凡行事，天地可鉴，不屑与小人争论。此事各种是非曲折，你心里清楚。若你心中不服，我有何惧一战？你连二长老都被叶凡所杀，恐怕我也不是对手。宗主，这叶凡行了。本宗认为，叶凡言之有理。不管是否别有内情，但他打杀正阳宗的长老和弟子之事，发生在他离开正阳宗之后，所以不算是背叛，只是江湖恩怨罢了。可是修真界以实力为尊，可没有只许你杀别人，而别人不能反抗的道理。因此，此事就到此为止。若你正阳宗还有怨气，就让那凌云天来找我便是。好，我们走着瞧。南宫景，你倒真有些魄力，但是有些事情不是有魄力就能解决得了的。雷霆法王大驾光临，不知又所谓何事啊？千雪，可是此人杀了我那徒儿。回宗主，正是此了。你该死！
雷霆法王好大的威风啊！不分青红皂白，就像一个小辈痛下杀手，这就是你们玄天宗的作风吗？叶凡袭杀我徒弟在先，本座并没有当场镇杀，就是给足你们龙象宗的面子。南宫讲，你不要不识好歹！明明是您的弟子心生贪念，强行大闹天宝会，强取夺宝，叶凡才杀了他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当日在拍卖会上，你和这叶凡多次羞辱我玄天宗，我师兄气不过，分辨了几句，你们就对我师兄痛下杀手。请宗主为我师兄做主啊！杀了叶凡，为我和师兄报仇。慕容千雪，当初退婚之时，我以为你只是心高气傲，没想到你如今变得如此阴险狠毒，王八张口就来。宗主，弟子所言句句属实，请为我师兄和我做主啊！满口胡言，张嘴就来，这话谁不会说？你可有证据吗？当日你们袭杀我师兄在先，我一个弱女子，我怎么敢保留证据？哼，你没有证据，我有。当日所发生的一切，都被我用清影石记录下来。大家要一起看一看吗？好，清影石内做不了假。雷霆法王，一起看看。若是记录的，和你们两个说的有半分差别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若是记录的，和你们俩说的有半分差别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清影流行。叶凡，本圣子劝你老老实实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本圣子对你心狠手辣。剑破苍穹！慕容千雪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吗？大胆孽畜，赔我徒儿命来！无耻！月影剑舞！去死吧，叶凡！以后马上就是我囊中之物了。放肆！雷霆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雷霆，平日敬你3分，可不是怕了你玄天宗。你若再如此蛮横，就别怪我不念及两宗千年的情谊。你若再如此蛮横，就别怪我不念及两宗千年的情谊。南宫景，你真的要为了叶凡这个两姓家奴与我玄天宗为敌吗？本王只知道叶凡现在是我龙象宗的弟子，即使如此，就无人可以在我面前将其灭杀。雷霆也不行，你这是逼本王与龙象宗开战。雷霆，今日之事，所有后我一人承担，莫要牵扯龙象宗。叶凡，你是我龙象宗的弟子，本座身为宗主，岂会弃你于不顾？真要开战，难不成我龙象宗还怕了他玄天宗不成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昨日辱我之仇，今日辱我之恨，我一肩扛之。你们可敢等我3年？3年之后，我亲自上玄天宗，与尔等了结因果。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。好，3年后，我在玄天宗等你。叶凡，就你这种废物，别说给你3年，就是给你30年，也照样还是个废物。快走！叶凡，竟然又让你逃过一劫，看来还得我亲自动手。佳人舞剑动四方，
发如雷霆震九霄，化如江海清光。灵儿，没想到你已经达到剑心通明的境界，不愧是玄灵法体，悟性惊人。不努力不行啊！3年后，我还要陪你去玄天宗讨回公道呢。灵儿，遇见你，真是我的荣幸。此生，我只愿与你生死相依，无怨无悔。我也是。修行重要，但如此良辰美景，亦不应辜负。在外面呢？在外面呢？此地乃封顶禁能，不会有人来打扰。怎么了，灵儿？怎么了？苟平息，你竟如此卑劣！你竟然对我释放摄魂大法！没想到这么快就清醒过来了，你还真是让我惊喜不断呢。畜生，敢轻薄于我，找死！库克地血定。灵儿师妹，别挣扎了，我已通过了月影剑控制了你的神魂，你还是好好享受吧。该死！说真的，你这性子确实不招人喜欢，不过无所谓了，只是想通过你的玄灵法体突破天象境界。灵儿师妹，专心做我的炉鼎吧。啊！贱人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那叶凡早已行了苟且之事，现在终生了贞洁烈女。你跟那叶凡早已行了苟且之事，现在终生了贞洁烈女。本尊也不妨告诉你，当初你种的那阴阳合欢伞，正是本尊所向。要不是那叶凡突然出现，坏了本尊的好事，本尊早已成了天人合一的天象强者了。呸！你这个无耻之人，你怎么配做天象强者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苟平息！你这个畜生，本尊迟早要杀了你！待本尊行事之后，你会求着做本尊的炉鼎的。找死！先！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您受委屈了。你先走，我替你报仇。叶凡，走。就算神符起具，救不了你。我说的，就凭你，你区区一个空明境的废物，也敢与我作对？你区区一个空明境的废物，也敢与我作对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那就试试吧。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本尊的计划，罪该万死！幽冥大法，摄魂锁神。叶凡，现在感觉是不是自己的灵魂很痛？怎么可能？你区区空明境初期，怎么可能会破得了我的幽冥大法？孤陋寡闻，早已炼化出镇压神魂的神通。等把我眼看清楚了，岂不分天诀第二式，法有渊灵。你在区区空明境，怎么可能会练成此等神通？天骄的世界，你不懂。就算我死，我也要让你痛苦一生，分身裂魂。啊！姚晨呀，看来这一局你要输了。姚老，快救救灵儿！灵儿怎么了？她
他遭狗偏心暗算，被神魂碎片侵入了识海。唉，那狗平息化作灵铁碎片后，莫须基已只剩下执念。侵入灵儿识海后，迅速与灵儿的神魂相融合，直至把灵儿变成另外一个人呐。那怎么办？两者如水乳交融，凭我的实力，药老，您一定有办法的，是不是？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我去。下九幽绝渊，借明莲地火之力，分离神魂。下九幽绝渊，借明莲地火之力，分离神魂。啊，宗主万万不可呀！那九幽明莲无人可以炼化，凡人接近至少要烧掉一半的修为呀！我辈修士与天争命，还怕了他不成？宗主，姚晨、叶帆，你们两个先用功力暂时压制住灵儿的神魂融合，带我去会一会那九幽明莲。宗主，继续用功，我已借来了明莲之力。是。叶帆，灵儿，你醒了。总算是没有白费。宗主，宗主。参见宗主。灵儿，你神魂可还有异样？宗主救命之恩，灵儿没齿难忘。眼下灵儿神魂已经恢复，只是不知道宗主的修为。不打紧。今日唤你们过来，正是想告诉你们，待本座再休养几日，就要闭关修炼去了。以后这龙象宗就要靠你们了。宗主，你也知道，弟子与玄天宗有3年之约，如果一直留在龙象宗，恐怕难以突破，无法达成心中之愿。哼，大不了3年之后，待本座修为恢复，陪你走一趟玄天宗。多谢宗主好意，但此事还得弟子亲自解决，不然恐成心魔，与日后修道无益。确实如此。那你有何打算？弟子修行低微，所以打算去10万大山寻找所有扶桑古树的碎片，借先天甲木之气修炼7火焚天诀，助我突破到天象境界。那灵儿你呢？我陪叶凡一同去，为他护法。如此甚好，一定要助叶凡早日突破天象境，将我龙象宗发扬光大。是。天有异象，在我南域，居然还有人渡劫进入天象境。不知是哪位天象境的法王驾临我玄天宗。
可否报上法号？什么？竟然是你这个废物！3年之期已至，龙象宗弟子叶凡前来赴约。你屡次三番的挑战我玄天宗，若不是当年宗主大发慈悲，饶你一条性命，让你多苟活3年，就凭你也能活到今天。3年前，因我经脉尽，你和灵月法王上正阳宗对我百般羞辱。如今，我以天人合一，法天象地，玄天宗在我眼中不过如此。叶凡呀叶凡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无知。就算你现在突破了天象境又如？我玄天宗双天象，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玄天宗弟子听令，在结界阵，护天门，杀！玄天宗弟子听令，在结界阵，护天门，杀！一点进步都没有，一气贯之间。慕容千雪，还有何话说？两位法王，别来无恙。叶凡，你强闯山门，伤我弟子，罪该万死。这叶凡已经突破了天象境，遇事慌乱，如何能成大事？滚去内殿。是。众弟子，跟我去内殿。想不到3年前一念之仁，简直让你成了些气候。来听，3年前，仗着自己修为高深，在龙象宗以势压人，还有你灵月。3年前，你在正阳宗对我百般羞辱，你们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叶凡，你虽然跨过天人鸿沟，踏入天象境界，可心智却仍如凡人一般愚昧。若你认为当年那些话是在侮辱你，那你就继续这么认为吧。修行之事不念过往，无畏将来，一切凭实力说话。修行之事不念过往，无畏将来，一切凭实力说话。你纵有万般愤恨，又能如何？修行不够，一切都是自取其辱。跟他还废什么话？来听，来战！人非如血，剑破苍穹。不过天象初期，怎么可能击败雷霆师兄？玄天宗不过是外强中干，徒有虚名而已。放肆！玄天宗在你们的带领下，仗势欺人，不知廉耻，还有何存在的必要？灵月法王，一起动手。叶凡灵力古怪，能够灼烧神魂，十分难对付。看来只有那一招。玄天震灵，太虚化月。这难道是玄天斩灵剑？我说过，有这世间，无人再敢欺压于我。这他什么天象半神，照单全收。我说过，在这世间，无人再敢欺压于我。这他什么天象半神，照单全收，万龙归宗。叶凡，想这世间再无玄天宗。叶凡，给我一个面子，停手吧。南域七宗毕竟同气连枝，你若是杀了他们，恐怕其他几宗也会不答应。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叶凡就此别过，咱们后会无期。你来干什么？途经此地，感受到玄天宗爆发的天象级别的战斗，咱们七宗同气连枝，小弟我当然要前来助阵。你是来看我玄天宗笑话的吧？雷霆师兄受伤了，小弟这里有刚从秘境得到的丹药，你快服下。算你有心。
师兄，师兄，你杀了雷霆。凌月，你还记得来正阳宗时的高傲吗？怎么现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？我还是喜欢你高傲的样子。吸食了血肉灵气，竟然堕入了魔道。你与全天下修士为敌，那玉器宗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以为是当年吗？现在的我，已经半只脚踏进了半神境，我的道才是正道。你若还不臣服于我，我必将血洗你玄天宗门！主人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把我和师尊都弄得吃不消了。雪儿这张巧嘴，不仅床上厉害，下了床也把我伺候得好好。哼，跟你徒弟好好学学。跟你徒弟好好学学。主人，您别生气嘛，我师尊他是第一次，难免啊会有点害羞。雪儿，待我拿下叶凡，让叶凡来伺候你，如何呀？真的吗，主人？我与那叶凡不共戴天，望主人赐我魔道功法，我一定替主人亲自捉拿叶凡，我一定要将叶凡挫骨扬灰，人魂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好，赢了。今天看好你师父，本宗还要上龙象宗会一会南宫景。宗主，宗主，宗主！凌云天，你堕入魔道，只能成一时的英雄，迟早会被反噬的。南宫师兄，你又何必白费口舌呢？宗主，叶凡、灵儿，你们走开！叶凡、灵儿，你们走开！你们赶紧走！哦，终于来了！伤我宗主，屠我宗门，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那来吧，七分天绝！太慢了。此劫，我龙象宗怕是渡不过去了。带着叶凡和灵儿，以后有了机会再来给我报仇。快去！宗主，八荒归元，九玄并解。什么？宗主，不要啊！宗主，宗主，快走！龙象宗的希望都在你们身上了。走！宗主，南宫景，以为自爆灵体就能伤得了我吗？哼！我虽然伤不了你，但是你休想逃出我的阵法。我若秘法，影响锁天术。宗主，南宫景，不可能一直困着我。南宫景，不可能一直困着我。叶凡，以后你就是龙象宗的宗主，有你的地方就是龙象宗。宗主，宗主，不要让宗主白白牺牲，走！叶凡，总有一天会吸光你的功力，助我登天成神。宗主真的已经不在了。宗主为了帮助我们拖延时间，以一己之力强行催动龙象秘法，以并解入了轮回。都怪我，这事也不能怪你。那凌云天堕入魔道，以千万生灵为养分，进阶之快是无人能及。你呀，已经是天才中的天才了。这近半神境，单凭天象空明联手，是能对抗的吗？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制约他了吗？目前来看，是没有了。我有办法，我要去炼化九幽冥莲，
我有办法，我要去炼化九幽冥莲。这个万万不可呀！你现在可是我们的宗主，也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那九幽冥莲迷惑六石，吞噬神魂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叶帆，我已经失去了宗主，我不想再失去你了。天火与明火相生相克，自上一次宗主求得那一缕明火之后，我就有预感，我与那九幽冥莲终有一战，所以并不是心血来潮，此行我有60%把握。可是，灵儿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炼化明火，亲手为宗主报仇。叶凡，你真的决定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为你护法。龙象真诀，制令镇魂。龙象真诀，制令镇魂。留一炷香的时间，要快！般若蜜，龙象翻天印，开！接下来就要看叶凡他自己的了。人走小子，就猜到你迟早会回来。你就是九幽冥莲。冥莲只是我的外相，你可以叫我幽冥地火。不管你是九幽冥莲还是幽冥地火，此次前来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将你炼化。大言不惭！耀日大帝，也不知道叶凡怎么样了，有没有真的炼化冥莲？放心吧，叶凡是有大气运在身，他一定能成功的。可是，您刚才说的是……此事你就不要再推辞了。这乱世已至，我空有这空明巅峰的实力，却无相应的功法手段。我想，还是把我这身修为传给你，可助你渡雷劫，入天象境，为重振我龙象宗出一份力呀！我呀！你总会是耀日大帝？耀日大帝算什么？虽然我原来只是他的一缕元灵，但早已脱离了那个老不死的控制，修成了幽冥地火。现在只要炼化你体内的玄离天火，便能天人合一啦！幽冥摄魂。前辈，当真不肯助我吗？前辈，当真不肯助我吗？少废话，炼魂阵！妖孽老贼，这就是你的报应！怎么可能？一个天象境，怎么会有如此浑厚的灵力，破了我的明火幽魂阵？前辈，不知道您可曾听说过扶桑碎片？你连那棵老歪脖子树的魔灵都炼成了？这个时候，我是该说您知道的太多了，还是知道的太晚了呢？分天诀！东方耀日，这就是你收的好徒弟！
药老，成了。你为何修为尽失？灵儿呢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把我这身修为传给了灵儿，暂时感到不适。不过灵儿没事，她已经突破了天象境，我让她去打探消息去了。灵儿也突破了。叶凡，你出来了，你炼化九幽冥莲了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回头再与你们细说。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凌云天脱困后，血祭了龙象72峰，除了那些精英弟子，其他人无一幸免，全部都成了他的养料。什么？此事之后，凌云天通知其他武宗去正阳宗参加封神大典，恐怕是他的计谋。他是想借此机会，将其他南域正道修士一网打尽。凌云天，你犯下如此滔天罪孽，就算你破镜成神，我也要让你身息俱灭。我同你一起去。药老，等我收拾了凌云天那个大魔头，再来接您回龙象宗。要和灵儿好好修炼，此去要力挽乾坤，笑傲苍穹。叶凡，本尊等你好久了。当年玄天宗上你侮辱我之仇，今日必定让你血债血偿。慕容千雪，你不配！他竟然也突破了天象境，看来这血祭大阵也有他的一份。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叫凌云天滚出来！就凭你也想见主人？先从我手上活下来再说。用夜魔点，剑破星空。这。什么？慕容千雪竟然也修成法相元神了！雪儿，辛苦了，该休息休息了。不，主人，不，凌云天！这气息怎么感觉比半神境还要强大？那又如何？凌云天，你为了一己私欲，就屠杀我龙象宗所有弟子，还设下血祭大阵，摄南域100万人命如草芥，你罪该万死！叶凡，这就是你我的差距。我所做的不过是合100万人之力，挣脱着尘世的禁锢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进步呢？你后世的史书只会歌颂我的伟大，是非对错，天地间自有公道。你堵不住这天下正道，悠悠众口。你堵不住这天下正道，悠悠众口。若一人笑我，就杀1人；100人笑我，就杀100人；10000人笑我，就杀10000人。要是天下人都笑我，我就杀尽天下人。我就是天道。丧心病狂！我定要杀了你！哼，来吧，叶凡，本帝已经等你好久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万龙归宗，下！叶凡就这点能耐，小小凡人也敢挑战天道？若你真是天道，那我便要逆天而行，相比。
南玉历经数年，终于重回人间烟火。凌云天呀，凌云天，拥有比血祭大阵更有效的丹方，你却不会使用，活该你死！叶凡，给我等着，我迟早会再来找你复仇的。